说起来，排球的观众下半季好气排的这个19年，我们在跨过了2023，进入到2024之后，下半季的第一周1月6号，我们来到了久违的台湾体大体育馆。那在整个下半季的第一场球，马上要看的就是一个龙虎相争啊，将是高雄台电跟极速超跑的较量。目前在整个战绩部分，高雄台电的整个场次走得很快啊。上半季打了12场球，拿了30分的积分，仅仅出2场。当然，这2场当中，其中有1场就是败给了极速超跑。那然后呢，在整个这个极速超跑的上半季8场球也是相当的利落啊，7胜1败，21分的积分，胜率还超过了高雄台电，到达87%。那台北精华、新北中先虽然说偶有佳作，不过在整个下半季还继续要努力。海大饭店到目前上半季没有开张。那在整个这个女子组的战况，今年就变得是更有看头了，因为各家的这个好手，当然目前在得分榜上排第一的是林书豪183。那陈志雅174排在第2，甘可慧排第3，黄欣瑜排第4。那许芳明这是凯撒饭店的小将排第5。好，现场在下半季的第一场球，洪青跟我们一起来看球。洪青，这个跨年有没有去哪边跨？跨年就留在高雄。还有去哪里吗？就爱河旁边，刚好这个有朋友开了一家这个咖啡厅啊，就是那晚上的时候就安排一些驻唱的活动，这样气氛还蛮好的。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下超跑的教练，在台湾做新年跟在他的国家有什么？他说没有，他们在塞尔维亚是一早就开始喝咖啡，然后时间到了回家。全家一起这种欢庆，这样度过这种所谓的新年。对他们来讲，圣诞节一直到新年最重要的节日。是。我刚以为说一大早就开始喝 Vodka 了。没有。不过其实，在欧洲这个过圣诞节、过新年的那个氛围是这个跟台湾又有不同的风味啊。那2个队伍在整个过年期间，其实也都算是正常的备战啊，并没有说特别的放什么假。当然，在台湾来讲，主要的重点还是这种过所谓的农历年。是。那两边的整个状况，其实上半季都可以说是领先集团，而且整个这个场次看起来其实是蛮辉煌的啊，而且真的是每一场都有所本啊，打起来真的是铿锵有力啊。所以说，在整个战绩方面，目前是分居1、2。那可以预期的是下半季的整个厮杀，那当然对整个辛苦的程度来讲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台电打了12场，下半季剩下8场，那超跑还有12场，是啊，所以说整个场次上来讲，也对选手跟整个调度上来讲，因为2队都比较多这种比较资深的球员，所以这也会是教练团一个考量的重点。对，那虽然说超跑现在这个进行的场次没有像台电这么多这少了4场所以在很多的当然在战绩方面的排名还是要等到双方都进行一样的场次的时候才可以判断出谁是第一谁是第2。但是以胜率来说的话，今年的超跑确实打到目前为止只输1场，我就觉得很像我们在男排里面的联庄联庄的话，现在也是占据第2，但是因为他们跟第1名的屏东台电呢进行的场数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现在的超跑有点像男排的这个联庄，当然胜率都是目前来说都是最高的对，而且在整个超跑其实上半季另外一个其实还蛮利落的地方，真的有在于说上半季他们最后一场对上金华的比赛，感觉起来好像在前3局打完1比2落后，看起来是岌岌可危，而且感觉起来卡拉那天的状况也不是特别好，而且其实有一点。不是打得那么顺，想不到后面连赶2局，最后是3比2逆转。哇，这场球真的让大家看到哇，今年的超跑的韧性跟整个场上的那个坚持力。跟往年比较起来又是有所提升。是，而且那场球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刚好跟这个邓公播那一场，那其实第4局的时候，眼看就是大势已去，其实第4局台北精华还是保持领先的但是最后呢，就换上蔡佑群之后，真的是靠一己之力救了整个球队。而且那一场球赛呢，在今年的超跑，我们为什么知道说很多的攻击手的串联更加的完整？因为杨怡珍的关系，那一场杨怡珍又受伤。好，来看看先发名单，在整个高雄台电的部分呢，今天排出来的这个名单当中，中间手2位胡小佩还有黄欣瑜，然后呢，在整个主攻的部分还是很清楚的看到，包括彭宇柔，还有就是陈思雅。那在整个举队的部分黄敬轩，然后呢举球是洪家瑶。那再来看看
在整个击入超跑的部分，今天排出来的先发举球是杨怡珍，举队是这个阿飞。然后呢，两位主攻手分别是这个7号分别是这个13号跟17号，包含了刘双林，还有13号的卡拉。然后呢，5号的陈一如跟18号的 Branco， 阿累是两位的中间手哦。这个在刚刚也提到，我跟超跑的教练在聊，说杨怡珍像有的时候他就是希望选手在场上都要100%。那像杨怡珍那阵膝盖不是很舒服，就换了鱼丸，鱼丸打得也很好。OK， 哇，卡拉这个一上来就是一个宣示性的4号位的开网强攻啊！哇，这时候真开网啊！对，但是卡拉很会去找这种拦网的一个空隙哦，那有一个空间，他就可以做一些蛮强力的这个强力攻击啊。这就放的有点短，卡拉救起来。后排，黄敬轩打长线，在整个高雄台电，在今年也是这个伤兵之困啊。那当然，李玉现在还遥遥无期。那基本上，刚刚在整个赛前呢，其实王前明教练跟我讲，其实另外的一个他们需要去注意的是彭雨柔的肩膀也不是那么的舒服哦。哇，这球没配好。拉出来，陈思雅打斜线，好球！击入超跑到目前唯一输的一场就是败给了台电，也打得很激烈啊，在11月19号凤山。那在整个高雄台电的主场啊，最后也是一个3-2，打了相当2个半钟头以上。好，哎呀，这个球骗到了 ，timing 没抓好。中间的快攻轻磨。还有超跑的机会，中间跑动之后平行的逼，好球，好球。其实怡如在这个赛季也进步的非常的多哦。之前可能因为在跟举球员的搭配没有那么默契度没有那么佳的情况之下，但是其实看到今年他跟不管说是杨怡珍还有鱼丸的部分其实都越配越好。而且重点是他的保养一直都保养得很好啊。好球哦！这球有一点点平行拉开的味道啊。王敬轩这球他还是习惯用双脚跳了啊，不过基本上这个点还是拉得很高啊。那其实双方呢都各有优缺点哦。那超跑这边呢比较可以再加强的地方，我认为就是他们的这个攻大于守的部分哦。他们在整个防守的粘度啦，还有整个密度上面并没有那么的好，状况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起伏比较没有那么的稳定。那台电这边呢，他们在防守的部分呢，也是常常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小球啊，他们并没有很高品质的把它处理好，这个也是他们要改进的地方。哇，陈思雅的破坏力还是比较大，这个球硬是从陈一如的手上给压进去啊！我们来看这个球，哇，真的有用力啊！那当然，这我们也常常在讲啊。现在像今年2个主攻手，在整个主攻位置来讲，打得最华丽的一个就是陈思雅，一个就是林书豪。是。这一球，哎呀，这就是刚刚讲，其实第一球已经顶起来，可是当然。当那个球在过2、3个人的过程当中，什么时间你该出手把那个球顶起来？对，那是 timing 的问题啊。就放这个球过去，这就可惜了。3-4。好球，好球！黄欣瑜在今年也真的是大复活啊！去年的大家还记得吗？今年球季初的时候，跟他在整个访谈，他都会说，去年球太少了，一直都打不出个所以然。哎，今年整个要球的那个企图心啊，跟执行力真的是完全的提升。对，那当然，因为他是打中间手嘛，那你要中间手的这个球的数量多一点，那当然就要倚仗到这个球队的接发球是不是都能够接到位。啊，这球丢球位，洪一柔这球没包到。然后今天双方这场球赛，如果要占到一点优势的话，要比对方更多优势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哪一队在发球的部分，一定都要想办法来加压因为双方的攻击火力都非常的强。转直线。啊，这球偏了，看起来是打长线啊，可惜这球方向还是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是感觉刚开赛彭雨柔对于这个场地的适应还有目前的这个攻击都还没有抓到感觉，还没有进入状况。
5比5，再给一个背飞，好拉过来，开网，啊，有点挤，有点挤，切进来也没打穿，后排陈之雅，还是被顶起来，再来。 哇，这一波两边的来来回回啊，真的就看谁的整个主攻修正，在整个贯穿能力上强。哇，彭宇柔这球硬是啊，两个人的整个拦网失误，这位置没有卡得很好哦。拦网手请做好。就下半季，其实女生的队伍当中，其实阵容变换的并不大。对，当然最大的重点会是台北精华。补了一个新的外籍球员。对，另外陈嘉曼也回来了。陈嘉曼，可是没看到矮妹。是。6比6。哇，麦高没打死，再来。 直接突破，好球！对，这个就是我说的哦，台电队他们针对这种像不管说是举球员的吊球、攻击手的吊球上面，他们这个补位的脚步啦，还有这个布阵的部分，都真的还要再加强。对，在整个动作上来讲，这球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压垮、哦，并没有整个重心准备好，准备就下去来救的这个企图啊。还有，好球！ 哎，这个还是有点稍微 K 到，打长线有没有？哎，这球还是出界。哇，这一上来在中间的这个搭配上，两边都有一些小突踩啊。对，那现在超跑这边的策略还是一样哦，他会先攻击彭宇柔这边的发球，因为现在前排只有剩2支攻击手，破坏之后他就只剩下小佩这边可以做攻击了。好，这球又是4号位拉出来平行的长攻啊，打前的一个塔教。从这样的态势看起来，真的了啊！下半季大家真的是场次一场比一场重要啊。没接好，这是台电的机会。 哦，这球小佩给球要球出手，一气呵成啊，好球！之前跟这个前兵教练聊到哦，他说现在的举球员他其实多鼓励哦，在第2波的时候可以多敢给快攻一点。有时候很多第2波他们会认为说，哎，快攻好像大家都会注意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大部分都拉长出去。其实快攻有时候可以多给啊。慢，这球被救起来。 给的有点短呢、哇，真的是再来吗？小心，有！哎呀！这把喜欢这个是不是逮鸡？哇，这个球婉云救完第1颗之后，他就直接先跪在那边了。他不知道芝雅这个球有再救回来，结果提早放掉。这个球其实是婉云他来处理会比较好一点。对，而且芝雅已经把球顶起来到一个可以把球送回去的角度了。 啊，这球有一点点被球给压死了。接连这几次的机会点，高雄台电没能够掌握啊。台电这段时间的接发球哦，真的需要再加强哦。罗双林的发球的威力还是不错，这球有点短，哇，有一点点平冲。对，这个球其实有点惊险啊，举得比较短，又比较靠网一点了。还有彭宇柔做一个比较提早的出手。 好，追上1分了，9比10。哦，这球抓到，再来，修正换边看了，也被守起来。好球，这个球要把握。陈思雅放慢。哇，直线的同时，应该是高雄台电触网。
哇，这个球有点可惜啊，连续守到2个卡拉的这个强击球啊。那最后是失误收场。11比9。哎呦，小佩这球穿出来，穿得漂亮了哦，完全没有预期到，这球给一个快攻，给的可以说是骗过了所有人。所以中间手哦，不管你今天打到第几波，你每一次都一定要很积极的这个进位哦，你让举球员去注意到你，对方的拦网也会注意到你，那你这个时候不管说是自己攻击或是掩护的效果都会做出来。好球，这球漏掉，这球修正的够出去啊。哇，这球真的让陈思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直接最后转直线了。打的可以说是这个相当的利落啊，追上来11比11。打长线，再来。还有。哇，好球好球！你看嘛，其实一样哦。超跑在今年一个很大的重点，真的是一方面阿飞回来了，所以那个火网建构的就更严密，前后左右都有攻击力的一门炮在那个地方。而且阿飞这个点哦，如果他放到后排的时候，当你前面的攻击手被锁定或状况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后排又多了一个攻击点，所以你在攻击会更加的全面。哎呀，想要转直线可惜了。对，这个球也有点开了哦，不太好处理。哇，这阵子慢慢在整个长攻部分，当然在慢慢在加温了啊。那双方从一开始到现在，分数一直是紧追着，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最多就是2分差。出球位到高雄台电队，这就20号的黄金轩来发球。不要撵，不要撵，加油！给高高的球不要撵一下，我就直接出。12比12。哇，这个快攻救得漂亮哎！这球台电有防卫到，再来还是救起来。后排，哇，双方的防守都不错。卡拉，哇，这球往旁边一砍，哇，球喷到让你不知道要往东南西北方了。所以队上哦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攻击手真的很好，你就算你的队友倒成一片，你只要球送高给他，就让他自己来处理啊。呀。13比12。哇，卡拉真的是有充分的休息，今天这个跳发，这完全是这个男子组的一个风范啊。这个气有点把高雄台电压下去，2分差距。高雄台电喊暂停，12比14。我们现在防守都有，可是对方吊球的时候，我们第一颗球接起来可以再接慢一点，接高一点。要不然我们碰一下，我们还是呛死爆回给人家。OK， 我们有打回弹球的实力，可是我们后面卡吧，要慢慢来，把它接起来，我们再组织一波。OK， 我们现在都做得很好，就只差这个。OK， 他们跳发很强，把球挡高就好。OK， 动先踩好再出手。OK， 来。目前这一轮呢，应该是超跑教练希望哦，这个超跑这边可以多得分的一轮哦。因为卡拉的强力发球发过去，至少哦，它有非常高的几率是会形成接发上面的破坏，所以你在防守上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那甚至会有一些霸包球的出现，这个都是超跑在这一轮哦可以多把握的。卡拉的发球真的是挂波捡了啊，翻墙都要给你翻过就对了。哇，陈思亚这个球的整个击球的高度不够啊，还是被拦了下来，15比12。哦，很明显这个球最后姿雅攻击的那个点跟那个位置来说，真的是不够长啊。20号下2号刘玉纯上，11号
因为其实芝雅的攻击哦，它直线、斜线都有很好的这个攻击能力，特别是直线、转直线的部分也打得非常的准，很利落。所以你给他的球如果不够长，你就没有办法发挥出他可以打直线的这个优势。呀，这球扫到了尾巴，13比15。哎，有球迷注意到超跑换歌了，应该也不算换歌吧，只是今天的那个带来的整个乐团的阵势有大一些了。哇，这个被顶起来，还有换边，最快的，有直线也被守住啊！哇，现在都是一些小细节方面的较量啊。那这个球处理的来说也比较急了一点。现在发球是5号的陈一如。16比13。好，看看这一波。哇，这还要场地够高啊！再来，放短，对，又不够长。还有，我刚刚一直要讲，其实这几波真的大家在看双方的来回。当然，现在在整个台电的部分换上刘玉纯举球，刚刚这几个球还是都往边陲送，并没有去运用快攻，是比较可惜的。刚刚是有机会跑快攻的哦。对，那你因为一直都往边位去送，所以你看好几波的球都被超跑拦回去，这个也是说证明说他们其实都有预测到台电的这个球路跟战术。哇，这球在整个拦网的部分没有能够包死。目前比数来到17比14，技术超跑队有。好，在比赛的中半段哦，分数的差距仍旧是这么2-3分。不过现在领先的呢是极速超跑。想要把打点拉高，这球还是有稍微踏掉啊。直线也有，要守，小心啊！哇，卡拉真的是勇冠3军了。那一样啊，杨一真也可以说看起来这一阵子有一点比较充分的休息，现在膝盖应该比较也跑得很快。不过应该还没有恢复到完全的这个好的状态啊。哇，这个是阿飞，真的是看到就是一个修正球的大气啊，直接算准了球点，直接狠狠的扫进去啊！好球，还是3分的差距。好，打一个台阶啊！哇，不过这个球接发上面其实有点没有交代清楚哦。刚刚看到发球是发给彭宇柔，但是帮忙接的其实是小佩哦。那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举球前排。发球的整个加压，这个球就真的是发得够平哦。洪家瑶追上再1分啊，17比18，只差1分。把手要放好哦。啊，可惜了。哇，这个就比较可惜。你在追分的时候，你发生这种发球的失误啊，其实都免费送给对方1分，也让对方更接近这一局的局末点。哇，这球还好，差一点点。节奏上还是这个快攻没搭得很顺。哇，这一来一往，这落差就来了。2次的机会，高雄台电都没有把握，那这边就直接一枪毙命了。
哇，极速超跑跟阿累在中间的快攻真的是出手很快啊！台电队金球替补2号下20号黄敬轩上。其实讲还是很惊险啊，这份高雄台电拿得很惊险。所以面对这种强力的跳发，特别是这种跳跃发球哦，这个高雄台电要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球路再多训练一下哦，这个要适应一下这样的球路。18-20。哎呀，哇，这球飞出去啊！哇，这分应该算徐婉云的。哇，徐婉云刚刚那个鱼跃动作做的真是漂亮。是。好，分数被高雄台电给追上来，现在是超跑喊暂停，20-19。Girls, lot of balls we touch in the block. We have to be more aggressive. Hey, lot of balls is going like this or block out or something. End of the set. End of the set. Girls, no mistakes now. No mistakes. Young, where is Young? Young. In contra-attack, they don't jump on the first tempo. They go immediately. Okay, so you can use that. Okay, come on. 最近的5场球，超跑赢了其中的4场啊。那之前的到目前上半季唯一一败，就是在第一次跟高雄台电的交手，那也是打满了5局，打得相当的激烈啊。那现在在下半季的第1场的初赛，两边又是打得难分难解。哇，快攻还是真的是好用啊！是，刚刚我在，因为他刚好在我们前面哦。其实我刚刚就看到这个超跑的教练跟杨怡珍说，我们的快攻的优势要发挥出来。21-19。哇，阿磊这个球很刻意的想要放短，可是放得太歪了。难道是被他的长发给影响吗？今天是一个新造型。哇，这个他后面这一串头发，可能如果称重的话，应该不轻哦。真的，搞不好有1公斤。哇，又没接好。还有双方的防守，再被拦回去，换边，陈姿雅。哦，这硬是被他给穿了过去。但是真的要称赞一下超跑的拦网哦，这个目前为止呢，台电的球有高有低有平有快，但是他们起跳跟这个抓拦网的这个时间点都抓得很好。这简单讲就是真的是练得够多，练得够扎实。对。哇，这接球又可惜了。哇，还好补上来。啊，这一下忙中出错，分数被……哇，现在高雄台电反倒是翻转过去了。哇，真的是那种瞬息万变的，而且真的是两边打起来，这种1、2个不小心，马上就翻盘了。是。哦，但是其实每次哦，我看超跑这边送呛死球过去，看台电在组织进攻，在串联那个部分，哦，看起来都很吓人。对。长的。蔡佑群这都换上来，哇，又踢到了铁板。卡拉这个球硬是被黄敬轩给拦下去，哇，从原本的3分领先到现在2分落后啊。现在是极速超跑喊暂停，21-23。Side out and win this set. Okay? It's not finished. Our faces like, come on, let's play, just fight for every point. Girls, come on. Come on.
哇，这一切真的来的有点太快了，对，太快了哦。原本你看刚刚那几个球，中间阿累还有一些建功，可是后面这几个球的整个状况，这反倒都被高雄台电给掌握了先机，拦网跟强攻，他都有办法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攻输啊。所以证明说其实两队的实力还是非常的接近。那特别到比赛的后半段，有一些小细节被对方抓到了之后，其实就是很快的就被对方给赶过去了。放短也没打死。再来，再一波，看超跑的阿飞，还是被守住。哇，这个心脏地带被黄敬轩直接给掌握到24比20。哇，这一切来的真的是太难以想象哦。超跑来说真的比较可惜哦，领先了大半局哦，到最后的时候，正是因为一些小细节没有处理好。哦，这就没顶起来。不过刚刚洪清在赛前也提到过，超跑的一个这个球队的特质，就有些时候就是来的有点快到你不知道为什么啊，像有的时候失误也是，有些时候来的快到你不知道为什么啊。基本上他们的攻击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之前我们对超跑唯一的诟病就是说，他们比较多是属于攻大于守啦。所以守的部分你能够守起更多的球，那你接起很多高品质的呛死球，然后再来组织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哇，这个球也是两个人在沟通上没能够想清楚，这一分让高雄台电拿到25-22。高雄台电是后来居上，抢下了第一局。立即参加系排，立即参加系排，赢2024年抽门票活动，下半球季到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加油打气。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排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你还记得你2023年的目标吗？我记得我是定要在师大的时候硕士完成2年内就把它完成。那目标达成了吗？快了，在顺利的进行当中。那你2023年记得你有什么目标吗？我的目标是达到4大运，完成了吗？完成了，也打完了。我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在2023年不要受伤，但是没有成功。那你呢？我设下目标是希望可以大专杯冠军。那今年还是只有第2，就是也没有成功这样。你在2023年的时候有什么目标吗？有，我的目标就是减肥成功。那你目前有完成了吗？有，我个人是觉得完成了啦。目前就是维持就好。那你呢？你有什么愿望吗？我2023年的时候是希望我高中联赛可以拿到前4强。你有完成吗？那时候是没有，就有点小遗憾这样。我目标其实就是过得顺顺利利、平平淡淡的就好，应该也算是有完成了啊。你有什么目标？我也差不多啊，就是把自己的生意顾好来，之后走完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子，应该也是有算完成。气排19年，一起疯社群。进入气排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排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那你跨年倒数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我记得我们家之前有一年曾经就是来台北这边就是露营，然后在外面吹着冷风，看着101的烟火，然后再倒数。但是虽然很冷，但是是一个很快乐的回忆。那你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吗？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我们家的顶楼边烤肉边看烟火，因为我们家就在101的附近，所以当时也蛮有趣的。我跟小恩其实，在路上其实常常会被问是不是兄弟，那你都怎么回答？我是说我们长得很像，但我们不是兄弟。谁是哥哥？你是哥哥啊，你21岁。我们之前有一起就是跨年那天一起在海边就是喝酒看日出，结果一颗蛋黄都没看到。对，一颗蛋黄都没看到。印象中我们的跨年好像不是在练球，就是在比赛。那比较特别的应该是去年跨年当天，新北周线刚好有赛程，所以这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好，第一局很大的差别还是在攻击的一个火力哦。高雄台电攻击拿了20分，攻击丢了5分。那吉鲁超跑攻击拿了13分，丢了2分。两边的发球、拦网其实都差不多，可是真的是在攻击。另外，高雄台电还是比较多的失误送分了啊。不过讲实在话，吉鲁超跑其实前半段一直维持在你看到19-20那个地方，还是3分领先哦。后面的那个整个有一点点那种。来不及想象跟来不及醒来就已经过去了，对啊，就有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我想这也是可能吉鲁超跑在第一局结束之后要稍微再调整一下啊。两边的整个第一局打了26分钟啊，25-22。好，这个超跑的加油团可能要再卖力一点哦，要把那个气给延续下去。对，今天其实相较于其他的县市的站哦，今天超跑来的这个加油团其实是非常多的哦。呀。好了，这球被守住。哇，黄继轩这球也被超跑没问题。好，现在阿飞打4号位，这球出手转直线，好球。哇，这看阿飞打球真的是满满的经验哦。1比1。哇，看了这个球，飘得很凶啊，可惜啊，可惜，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哎，要来挑战，这球有没有压线呢？这个球很有意思，这个球刚刚要接发球的彭宇柔都认为说，这个球就算是界内的话，他也来不及接了，也来不及了、哦。对。好，这也是今天的第1次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再提到，在整个下半季男生女生的队伍当中，其实名单的变换并不是特别的多了啊。有哦，这球是界内啊，这球刚好压线啊。帕拉的发球真的是挂波捡来的啊！哇，他每一轮的发球至少哦都会有一定会有分数的进账。哦，真的硬是挤都会挤过来。
哦，这球救得漂亮，好，再来再看下一波，贝菲跑一个，再给中间的快攻，好球，好球。不过你真的去看到，我想今年台电比较大的重点真的是洪家瑶的成长了，所以让整个中间的一个变化跟那个优势能够出得来哦。对。而且两边的快攻手呢，当然身材条件是没有话说那但是其实台电这边的快攻手又比超跑这边的快攻手多了一个优势，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跑动跟流动性、这个机动性来说，其实是比超跑还要更好的。对，那你看超跑的快攻手就是阿累的话，其实他就是打高打点。那你说乙乳的话，偶尔切个 AC， 然后但是他跑背飞的这个情况，其实反而还比较少一点。3-2。哎，这球可惜了，稍微做了一点出手的假动作。不过阿飞其实今天跟乙乳的配起来没有到那么100%的流畅这球稍微进去稍微慢了一点点哦。4-2。哇，这球也是出手稍微迟疑了一下，球发的相当的深，相当的长。因为这个球一直在往场外的方向一直去飘所以其实这个宜轩到最后他才决定要接，但是身体已经跟不上球的这个方向。一上来这个第2局连被分数拉开超跑喊暂停，目前是2-5。No chance. No chanc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在整个接发球后的整个攻击的成功率来讲，超跑是2成3，那台电是4成2。在整个防守后的转换攻击的这个百分比哇，也是有一个落差，3成8跟3成左右。哦，好球，好球！刘双林是一个4号位的一个大斜线，不过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就是说各队的一个发球，如果就每个人的发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破坏力来讲，还是看得出来，就是台电比较平均一点。是。那刚的那个数据其实双方的攻击次数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超跑这边的得分没有像台电这么多？其实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台电手起比较多的攻击球而已。这个球贝菲做一个假动作之后拉出来给陈姿雅，不，这球一样还是被对方稳稳的给跟上去，给拦下来。4-5。哇，今天的中路的突破，可以说，打得很顺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黄星宇他除了本身的这个最基本的 A、B、C 快攻之外，他的这种背飞真的有时候，而且他是有时候会搭配一些短背飞跟长背飞，他的 C 快攻也可以用背飞的方式来打，所以那个打出去的那个面向跟角度又更刁钻了一点。双林这球，这球救得到吗？已经被抓了1次、2次这个主审刚刚第一颗，其实阿累好像没有摸到，他是不是说头发的部分？7-4。还有。像这个球都是第一颗没有接好，你却影响到最后出手的那第3个攻击。再来。到底是给谁？没错，应该是给的不是很清楚，所以黄敬轩人是在后排，这球是踩在线上的出手。所以台电还是一样的问题对方送呛死球过来，但是接呛死球一直到最后攻击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那种好像有一点点交代不清楚。那负责修正的那个人也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时间点哪里还有攻击手。
哦，所以都是做比较仓促、比较这个没有准备的出手。哇，这球有点惊险，要来挑战吗？要挑战。这球其实有一点点给的有点短啊。高高的整个出手，基本上还是台电这边要来挑战，到底有没有在界内？哇，今天的整个戏码也是蛮值得期待的。那当然，这2周是这个联庄的主场，不过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因为下个礼拜是这个台湾民主政治里面很重要的一天了啊！是，不管是总统还是整个这个立法委员的选举，所以下礼拜的一个赛程，礼拜6啊，哦，这球界内啊，礼拜6的赛程会往后移，那让这个13号的时候呢，所有的球员跟工作人员都能够。没有太多压力的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是。其实就我所知哦，不只是我们弃牌哦，这个为了让这个更多的人可以有投票的机会哦，不要被影响到。其实很多的比赛，包含说篮球啦、羽球哦，好像也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那一天都不会安排赛程。我今天这个从台北开下来就发觉，哇，高速公路新竹的附近，那整排那个斑马是应该就是比如说哪一组人要去哦，是哪边对造势啊之类的，哇，都是斑马。啊，这球好球，这个机动性还是突破了哦。黄宇柔在整个打法上来讲，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就有他的身材上的磅数，那现在这个手法看起来也更灵活一些、哦。对，但是他可以再加强哦。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有时候他会直接每一次攻击都是以他面向为主，有时候他可以尝试做一些明明面斜，但是最后我用我的手腕转到直线，那个隐秘性可以再提高一点。哇，哨音响是超跑。触网啊！哇，现在这个第2局的状况，超跑倒是要稍微有一个攻击的重心要出来啊，要不然现在有一点点没办法有那种比较强大的一股力量把对方给压下去的感觉啊。10比6，好嘞，还是放短。再来，有点过头。大斜线，转直线也没打死，哇，这球守得漂亮。再给一个卡拉，大斜线也没打死，在第3波。哇！又被抓下来，还有吗？没有了。哇！这个球阿累好像在训练这个怡萱的防守，应该可以第2颗先稍微救得高一点啊。我讲在今天阿累在，当然我这样是我个人的观察，阿累今天在整个跑动上比较没有爆发力啊，比较没有爆发力，所以他的整个出手也都是点扣而已，没有那个整个身体100倍的动作来加速他的整个快攻。刚刚这个救球也是比较没有那个爆发力，可惜了。哇，这个还是被守住。洪敬轩这球哦，喷得够远啊！哦，那超跑这边是不是要尝试哦，做一下这个人员的替换哦，改变一下攻击手的节奏，看是要换举球员还是换攻击手都可以啊。因为现在感觉每个人的球路都被台电这边的拦网跟防守给掌握住了，都被抓死死的。对，12比6，直线这球也没打死。哇，给的还是有点短。哇，徐婉瑜真的能够飞好远。除了自由当然徐婉瑜是自由啦。这个自由真的现在你看到，这各家的自由都已经变作很醒目的存在啊。是。包含像这个金华的邱诗琴啊，那早期我们的看到的矮妹啊，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自由球员，而且现在防守那个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是。
高旭元这时候给换了上来啊，现在分数到达7分的差距啊，13-6啊。好，这球背后的 C， 对，吴小佩也是被拦回来。那超跑这个时候举球员也换人了哦，换鱼丸上来做一些调配哦，改变一下节奏。哇，给的还是有点短。到目前就是这个第2局，你就感觉到整个超跑这边打不出一个队形，对，而且没有一个比较攻击的主轴是比较有那个所谓的稳定性的啊。但当然，卡拉刚刚几个华丽的攻击，对方又守得好，是攻击手的状况不是很好啊。当然就是台电这边，我刚刚也讲了哦，这守起的这个防守的球的数量真的是很多，几乎每一颗球都有办法把超跑的这个球守起来。卡拉这个球打外侧手，这球打得漂亮啊，8-14。好球！哦，鱼丸上来马上建功啊，这个飘到了最边边角角的落点界内。接发球的人不能只有做这个接发球的预备动作哦，你还要多加一个，就是你现在要清楚自己站在球场的几米的地方啊，后面还有多少的范围你可以做放的动作。这球要来挑战陈姿雅，在最后出手的瞬间，这球出界，不过要来挑战的是拦网触球。高雄台联队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不过这个球，这个姿雅有点想太多，因为刚刚很明显哦，这个战术做给他起来的时候，其实斜线就有一个空档，那个时候应该就可以出手了。我今天虽然说台北精华轮控，可是整队都在旁边观战了，因为刚好这2个队都是排在他们前面的2队。有确实有哦。这个应该只有攻击手本身哦是判断的最清楚的，因为距离他最近，然后有没有听到声音也是他最清楚。好，现在高雄台电换人，要把皮皮给换上来。哦，对，其实哦，刚刚提到台北精华，为什么他们没有赛程会出现在这边？除了来看比赛之外，其实今天早上哦，我们今年度企业排球联赛因应体育署这个防堵。防这个应该是说打假球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哦，在10点特别召开了一个所有球团、教练团、球员全部都要到场，做了一个防堵的这个宣导跟这个防范哦，也请了当地很有这是应该是说的检察官来讲说一些法规啊等等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赌球的这样的事件不要出现在排球界里面。其实重点是要真的要给大家那种正确的观念，是那种法治教育，其实对球员来讲真的很重要，相当重要。OK， 注意小球，往前了。哇，卡了！我也分享一个经验，我之前处理有几年都在处理职棒，那就常去台南。跟统一的合作，我每次进到统一的贵宾室，里面一定有什么地检署的检察官，就他们本身跟这个的互动性相当的高，也随时在跟球团、跟球员做，不管是教育还是各方面生活啊、各方面纪律啊，就很清楚让大家知道说，很多东西是碰都不能碰。是。还有。中间的快攻也没打死，再来，黄敬轩这球，哎呀，还是让黄敬轩这个点得力呀。虽然打得有点惊险哦，但是其实佳瑶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每个攻击手他在第2波拦网下来退位要准备的时间不一样。那像阿敏呢，他
本身就是属于比较需要长时间退位跟助跑，他没有退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你第二波给他的球就要稍微再高一点点。呀，16比10。哇，第二局真的是接球接的有点乱的哈，在击出超跑的部分，陈思雅大斜线。这两波的进攻超跑都没能够掌握，贝菲跑一个回来，这一球被跟到。11比16。哇，这球相当聪明，直接用抓用压的哦。选择用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方式哦，也是需要经验哦。因为这个球如果再稍微慢一拍，你等阿累的这个攻击拦网的手势做完整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突破了。哇，不够出去啊！呀，还是没能够打穿呢。再来，也用抓的，这球也没打死啊！这球真的是已经绕到已经不知道方向在哪边了。哇，两边在这阵子的整个攻击模式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哦。现在要高新人来发球。这是热身，热身一下。还有，再是阿累。哇，刚刚有几颗球这个极速超跑这边针对裁判给予的这个连击的尺度，好像有一些争议啊。好，这接连的这几分的一个差距，现在双方的差距缩小，剩下4分了。一波没打死然后2波可以打，这样可以给。而且对，像思雅讲的，你现在是前排嘛，抛网球你可以处理，你是有能力的，不用太勉强。OK， 加油，打一个过哦，接发球。比赛到了后半段哦，这一局是从头到尾都是台电保持领先，但是其实跟上一局的超跑也很像。如果你在后半段自己该做的东西，特别是接发球，刚刚王前斌教练特别提醒哦，如果你没有稳定下来的话，其实超跑还是很有机会可以再逆转的。呀。哦，这阵子再拿1分，现在的分数仅剩下了。哇，3分的差距，2分的差距，现在越来越接近了哦。而且比赛其实才在中半段，对，还离这个25分还很远呢。再来看这一球拉出来，哇！刘双林再1分啊！这整个超跑活过来了，最大的落差到7分啊！现在只差2分而已啊！哇，再1分！哇，现在已经这个超跑现在其实重点是这是发生什么事？这不是加9598，现在已经把航空燃油给加上来了。对，这个就是排球运动哦，很有趣、很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球场上面那个士气跟气它是会转换的哦。哇！
可惜了，可惜了。不过现在双方又回到这种平盘的态势了。高雄台电队请求替补3号下。好，现在在整个高雄台电再把胡小佩给换上来，把皮皮给换下去，差2分，18比16。哇，这个发球，黄信也是整个方向都偏掉了。经验哦，球不够长，结果反而打了一个长线出去之后，选择比较长线的攻击，打成 touch out。好，防守，防守。19比17。举球前排。来，手过。有哦，真的哦，你看，就是球队很有意思哦。这个当不顺的时候，怎么打怎么没有。现在慢慢好像那个信心回来了哦，真的是点点开花啊。对，但是台电这边哦，几颗针对4号位这边的拦网，在斜线的部分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连续被刚刚的双林啊，还有刚刚的卡拉哦，打了太多的斜线球进来。哎呀，这球卡拉抓的真的已经是整只手抓在网上。他也一直跟这个主审比赞哦，抓，看得很准，看得很准。放掉，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好，还是很接近哦，仅仅1分的差距啊。段玉文的发球，哇，这球顶得漂亮！哎呀，可惜！哇，不过其实这球在整个攻击方面打一个时间差，在防守方面，其实这个球能够守住真的不容易啊。对，就是有时候你在这个球来速很快的时候，你及时的那个反应的动作，能不能够把球再救回来，那个很重要。哇，卡拉的球讲真啊，方向被抓到，再被点回来，再来第2波。陈之雅，再给卡拉放短，完全是空门了。这个如果婉云的话，应该就救起来，就整个飞出去了。哇，这个时候轮到卡拉的发球，看一下台电这边会怎么样来因应哦。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教练看要怎么来干扰一下。啊，这球就应该真的是出界了，可惜了。王建斌教练应该是有一点点这个压力释放的感觉哦。差2分，还是差2分，22比20。黄金轩的发球也是差那么一点点哦。注意小球。哇，很聪明，又是陈之雅靠着经验哦。这个球不用力哦。他就是摆明了要打高心源那个点哦，而且做很多手腕往外转的这个动作。哇，这个节骨眼，这2分的差距，现在到关键时刻，插华还是赶紧喊暂停啊！ If you jump correctly, okay? If it's going in the hands, has to be inside, okay? With the serve, now float serve, we go libero, okay? Libero. Don't look at the result, just play, okay? Come on.
好，现在真的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哦，2分的差距。哇，又是接的有点不干不净。哇，这下，哇，这个短球完全破坏掉了整个接球的节奏啊！这一分丢的有点莫名其妙，24比21。啊，哇，这刚刚那股气被对手这样给拿到，真的是太伤了哦。现在优势还是在高雄台电这边哦，一个接发球，一波进攻哦，就有可能可以收下这一局。啊，想要直接把球给突破给调过去，还是被刘双林给压了回来。现在再追1分，23比24。现在高雄台电喊暂停啊，1分之差。可是假装我在举了，他对不对？你叫他切3，所以那个2个都过来，所以他一个要顾你们2个，假动作去骗。来一个哦，接发球。两边在关键时刻，现在还是差这么1分呢。那看看这个暂停结束之后，第一个当然发球。那在接球的部分来讲，看看这个稳定性啊，高雄台电能不能展现出来啊？差1分。哇，这球没接好。看一下志颖的修正球，长线稳稳的被守住，超跑的机会。哇！刘双林的这个4号位的一个攻击被高雄台电给拦回来，而且是在界内。挑战项目为界外球。刚刚我一直在讲哦，不管是谁来攻击这个4号位的斜线哦，台电一定要注意。很明显，最后这一颗球就拦得很漂亮。好，看看挑战的结果，哎呦，阿宝也在现场穿着便服啊。没错，这个球在界内还蛮明显的，所以说让高雄台电拿下了这一分，25-23，拿下第2局，局数2比0。结束，高雄台电队以25比20。立即参加戏排，赢2024年抽门票活动，下半球季到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的座右铭是团结力量大，你呢？我的座右铭是斗纳之力，我爱斗纳。我座右铭就是平安、健康、喜乐。
我的座右铭是 Do my best， 做最好的我。那在新的2024年，你有给你的人生什么座右铭吗？我的座右铭是态度决定高度。180了，你还要多高？哦，我要的不是身高啦。那你呢？你的座右铭呢？我的座右铭是爱笑的人不会运气太差，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平常不太爱笑，所以希望把它当成自己的座右铭，提醒自己时刻脸上保持着笑容。我的座右铭是放弃只要一句话，成功却要努力一辈子。那你有什么座右铭吗？我的座右铭是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otSport 频道。Hot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你还记得你2023年的目标吗？我记得我是定要在师大的时候硕士完成2年内就把它完成。那目标达成了吗？快了，在顺利的进行当中。那你2023年记得你有什么目标吗？我的目标是达到4大运，完成了吗？完成了，也打完了。我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在2023年不要受伤，但是没有成功。那你呢？我设下目标是希望可以大专杯冠军，那今年还是只有第2，就是也没有成功这样。你在2023年的时候有什么目标吗？有，我的目标就是减肥成功。那你目前有完成了吗？我个人是觉得完成了啦，目前就是维持就好。那你呢？你有什么愿望吗？我2023年的时候是希望我高中联赛可以拿到前4强。你有完成吗？那时候是没有，就有点小遗憾这样。我目标其实就是过得顺顺利利、平平淡淡的就好，应该也算是有完成了啊。你有什么目标吗？我也差不多啊，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之后走完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子，应该也是有算完成。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第2局的一个攻守的情况。当然，最大的差别在于说，吉如超跑的失误变多了啊，送给对手8分。攻击的状况差不多，不过呢，在拦网的部分，超跑多拿了2分。那两边的发球，今天的整个得分率都并不是特别的高啊。那双方的失误的部分，就真的是比较关键的地方啊。最大的分差来到7分，那平手2次，那从头到尾。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可以说是这个高雄台电维持一个优势在，最后还是把这1分给守住了啊。对，那刚刚在23分的时候，那个芝雅那个发球就发得很关键哦。呀，发那个短球啊，是刚好发在卡拉跟自由的中间。好，进入到第3局啊。这第一个发球，彭雨柔这球压得太低了。叫阮怡文来发球。哇，这就完全漏掉了啊，完全漏掉了。
这个球呢，高心远应该要做一点提醒哦，因为你是跟边位的这个芝雅的拦网球员，所以当芝雅往内切的时候，其实要稍微用左手把乙鲁稍微往中间推一下。嗯。哇，这节奏上没能够配好。刘双林的这个球还是一样啊，节奏上并不是那么的顺啊。哇，一开局还是在整个进攻上没有先把那个气给打出来，是比较可惜了啊。哎，哇，连续2颗了啊！哇，真的是高雄台电，真的也未免这个太客气了，连送2个发球分了。好，这个守得漂亮，大斜线也是站对位，想要打一个台阶没成，换边，哇！黄敬轩的这个存在，确实对女子的球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是，因为她的那个打法哦，比较是女排选手比较少见的，她的那个打点进来那个入射角的角度也是比较少见的。嗯。但是唯一可以再加强一下的，就是他的那个磅数。如果他这个打点可以加上卡拉的磅数的话，哇，那非常恐怖。那就旅外了。对，不啰嗦，那一定旅外。哦，这个发球的整个角度啊，落在地板上的角度蛮接近的，啊。现在要来挑战，看看到底实际上的落点是界内还是界外。有的时候我每次看这个导播在给镜头，我都很怀疑说，到底球场上有没有男性观众？其实是有的嘛。那个导播，这个有男女平衡一下啊。没有，没事，我多嘴。这球有界，有界内耶！哇，这球界内耶！也有球迷在问了，其实大家应该已经很习惯这个气盘的上下半季都会换球了。上半季是打的是康蒂，下半季打的是米卡萨了啊。哇，高兴的这球碎哦。那针对换球的这个部分哦，其实这个特别帮大家这个解释一下哦，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年它几年度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赞助商哦。那我们为了让这些赞助商都有这个曝光的机会，那特别是球的部分，主要2大赞助商就是康体跟米卡萨嘛哦。那所以其实也是要让这个某一个品牌哦，在上下半季各有机会可以做曝光啊。哇，这个球转直线的同时，应该是直接是转到了标志杆了啊。高雄台电队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速球。好，现在高雄台电要来挑战拦网触球。不过有的时候我真的像，比如说我最常听到像比如说极路超跑，周董就会真的让员工都来那种关键比赛，就整个来现场看球，跟来替超跑加油哦。那个整个那个带动的士气就真的很管用哦。哇，这两天看起来有没有？挑战成功。高雄台电队挑战成功。4-3吧，4-3吧。哦，这球打得重，接得更好啊！好，这球有守起来。哇，陈志雅还是他很会哦，去善用自己原本起跑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不断的在转换，然后做个人的位移去清出这个攻击的空间呢。所以他的机动性跟弹跳各方面来讲都有那个条件在了啊。目前比数为5-3，而且真的是今年看他越打越轻松。应该是戴如坚把他照顾得很好，是这样讲吗？
哇，这球被挡回来，再来换边，高兴元转直线也没打死，陈思雅中间跑一个快攻，哇，真的是卖高啊！阿累真的手差不多是小背这样甩一下就没错，他那个入射角太大了。对，你前面只要没有碰到，你真的你就算你要下腰去救，真的来不及。哇，穿掉了一个洞，哦，这个拦网有一个破口。对。接下来发球的是7号的黄心宇。6比4。两边的快攻都被守住。还有转直线，哇，这个球来的有点快啊。但是这个球应该是有机会可以防守起来的哦。那个防守的姿势没有做好，没有做完整。就大家刚刚聊到球，其实球队运动项目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主要的赞助商了。不过另外一点也是一个球员很需要去适应跟调整的地方，各种球的手感真的差蛮多的。是因为我们目前台湾国内哦，在各大杯赛也有分别不同的这个比赛球，也都是会互相运用、互相替换。排球问题还比较小，像篮球的话，有每个球的那个凹槽的深浅是不一样的。那球因为它有一个主要的尺寸，所以大小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这就没有一样，还是一样。这一阵子比较大的问题是整个拦网的一个整个手型啊。就是感觉超跑这边只有做起跳哦，他没有针对路线哦，在做让手做更多的延展。8比5，哇，这样状态是又跟第二局前半段很像啊。好球，还是交给阿累。小的，哦，这球没放掉，再一个也被挡回来，第3波。好，现在是超跑的机会来了，贝菲跑一个，这球切小边，好球，陈意如。哇，这个球往外打，切了半颗球，好险有打到 touch 哦。哇，可惜阿累今天的发球是没能够掌握的这么精准啊，这球直接飘过头了。9比7。哇，哎，这样也得分，这发生什么事？这叫什么碰撞时间差？这边就已经在晃神了，对面更晃神。哇，这一分得的有点3点半了，午睡时间了。这一分得的有点太轻松，真的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好，这次是台电的机会。陈志雅打长线，聪明，相当聪明。他看到怡萱哦，手在比较斜的位置，那双林这边也没有在球场的后区这边哦，所以反而送到一个长的斜线的位置。呀，刻意把球点拉高打长线啊，果然是得分。10比8。哇，这个卡拉的这个磅数啊，真的是亚洲人少见。对，亚洲人少见。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今天这个超跑呢，在比较陷入苦战的状况，就是卡拉这个点好像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哦。有时候看他打球率有2波下5，就不知道到底今天是整场状况好，还是1-3-5-2-4-6。短球，哇！补位补得过头，那露出一个大空档，这完全让黄敬轩啊给抓个正着啊。A2 没出去，他从那边牵把 A2 再流出去一点。3支哦。对。OK。哇，女的。又是往直线抓。大斜线，啊，这球就搭得很顺啊，搭得很顺。那双林的这个手呢，手型的部分哦，也有点松掉了。球暂停。还是一样啊，这个态势跟第2局有点类似啊。在前面领先的是这个高雄台电，那几乎超跑喊暂停3分的落差。Come on, with this team, you have to take these balls. You have to take these balls. In counter-attack, there is no power in attack. Come on, when it's good ball, full power. Sophie, full power, okay? Come on, don't look at result. Don't look at result. Just play. Come on. 这赛前其实超跑教练跟我聊一下，其实他一直很信任球员，而且长时间的比赛，所以他也一直在球员上面的调度，他希望他能用到9个、10个左右的人，不见得都只有那6个。所以你看他在整个调度上来讲，他现在真的是把比如说阿飞啦跟小杨，做了一个阵型上的调整啊。哦，这球守得漂亮，穿过去，好球。很明显，我们刚刚在这个位置看哦，这个佳瑶跟新宇他们2个之间的拦网哦，确实中间的部分没有把它完全的并起来。还有陈一茹来发球。有点接过头，超跑的机会。大斜线。啊，这球后排，彭宇柔没掌握住，追上来了，11-12。还有好球，短球这边也有防备。哇，强攻啊！刘双林真的是那种他那种打法，真的有那种大家记不记得以前中国队的王一梅？是啊，有那个 feel 的。对，虽然说身材其实差蛮多，高度差很多了。我跟王一梅比的话，这个双林苗条太多，苗条太多。可是就是那种打法是有那个 feel 啊。好，现在分数被追上，高雄台电喊暂停，12-12。由上往下，因为那个球的节奏已经不是你的，就把它往去做2边角球就好。OK， 结果冷静一点。准备，2个好了，2个。这一段时间，超跑的火力有所提升，分数也有所提升，12-12。这就被挡回去，再给陈基雅。哇，连续2波都被拦得死死的。这时候看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战术哈，叫芝雅做一些内切，或者是可以转换到后排
的攻击手这边啊，多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11号下8号李姿莹上。好，现在高雄台电换人把李姿莹给换上来。对，透过调度，现在变成一个2换3了，变成3支攻击手在前排。刘玉纯上来，切进来，哇，这球卡拉守得漂亮，打长球，救得起来吗？救不回来，哇，这几分的攻击防守，吉鲁超跑打的是有板有眼的，现在反倒是超前2分了，14比12。比数来到14比12，结束超跑队保持领先。第3局目前两边的攻击各拿9分，那另外就是高雄台电的失误比对手多了2分。哇，这球来不及。还有，哇，这个打得真邪啊！不过这个球玉纯在举球出去的时候，好像没有去判断说李姿莹喜欢什么样的球。好险是这个球姿莹她在处理上面比较有经验，不然其实有点不太长，不够长哦，然后也速度有点太快了。注意板打，快攻。13比14。哇，这球突然间过网击坠，哇，又被陈姿雅偷吃1分。哇，他这个发这个短球，而且他那个短球除了短之外，他是过网击坠的。哇，这时候又换成长线，又被破坏了。他基本是安装，枪 ball 过来，竟然突踩。像这种球很不应该啊！这个，而且最生气的应该就是教练。哇，真的是3点半左右，大家都有点乱的。现在是3点32分啊，还是一个很适合午睡的时间呢。15比14。哇，这个球触网之后，直接缩短了距离，直接 S 球。再1分，16比14。这段时间运气感觉哦是站在超跑这边的。啊，这个也是出界，也是出界。分数的差距现在变作是3分啊，3分啊。哇，这就守得好。再1分，18比14。哎呦，这有一点点自己不知道到底是哪边的状况，不过最起码这几分啊，现在有点后继乏力的感觉。高雄台电喊暂停，14比18。可以做切动，再调场的也可以。对，他们现在两边都抓得很好。哦，声音哎，还有机会，4分而已。然后没有打死那个拦防要做好，把它做好，先做防守。一个，哎，打一个。这有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教练的领导哲学。像整个超跑这一局的整个阵型这样子做一个调整，到目前打的是有板有眼啊。对。我相信每个阵容或换上每一个人哦，这个教练他一定都会有心中自己的一个盘算。好球，阿飞又是高又是直接这种侧移出去之后，整个人飘出去的一个平行快攻。这个也是很多球队哦，面对到阿列这么高拦网点的时候，常会使用的一个战术，用
减少用近身，反而用这种长距离移动的，你去增加它的这个拦网的难度啊。哇，阿累又来了，阿累又来了，打顺啊，打顺。没有阿力的谢胜攻击拿下。啊，卡拉想要打一个很难的一个角度啊，可惜了。要刷一个很边边角角的大斜线。对。短球，家里没人。结束超跑队请求替补18号下。好，现在超跑换人，把小杨给换上来。高雄台电队请求替补2号下20号黄金轩上。8号下11号洪家瑶。那黄敬轩跟洪家瑶这时候在台电这边也做了一个人员的更替。哎呦，这是哪招啊？哇，这个是一个绝美的假动作，让这个球成一个完美的抛物线。这个今天这两球感觉这个越简单的方式越容易得分。哇，这个球真的太完美的抛物线了，就球在空中这样慢慢的落到地板。这个黄金曲线哦。还是想要往对方的场区压。卡拉打长线，有没有 touch 呢？有没有 touch？ 没有，要挑战。哇，讲实在话，这阵子，当然我们这还是要提醒，就是现在的超跑不能乱啊，领先呐，对，领先呐，而且这股气是在的哦。哇，这个挑战相当的关键啊。刚刚那个球迷应该是有在打网球，他穿了一个 US Open 的这个帽 T。啊，这阵子，当然这阵子可能重点要是澳网，是，因为下礼拜，下礼拜那志平哥又要忙了。是，澳网。对，而且大家很期待是拿到终于回来，尽管昨天输给了澳洲的地主选手 Thompson， 可是最起码就是慢慢像蛮牛的那个态势又回来了。哇！真的，我们刚才说这个时间点最忌讳是不能自己乱呐。这个球你要举给双林 ，OK。第一个你要先想的是说，你之前在接发球前有没有塞印，然后再来你也没有去判断。刚刚双林是接发球的人哦，他其实动作也有一点点受限于接发球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再举给他，并不是这么的适合。哇，这球又踢到了铁板，一下领先的分数全部花光了，20-20，急出超跑喊暂停。Just take a rest. Just take a rest. 20-20. End of the set. No mistakes. You see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They are just tipping behind us. We must be ready for that ball. They play now without mistakes, so we have to play the same. Okay? Calm down. Let's finish this set. Come on. We must win this set. We must win this set. Come on. Come on. 好，这场比赛的第3局啊，对超跑而言是背水一战啊，已经是在局数上2局落后。
那原本看起来第3局的整个状况，中半段调整得很好，后来居上，没想到这几波的整个内容上来讲，又是过多失误送分，还是细节了哦。嗯，起来，好球，来了！哇！哇，这几球的整个气势又被对方给拉回去了，真的是被对方拉回去了。不过也很有意思啊，因为球员毕竟也是一般人哦，所以其实看到现在刚刚笑容满面的是超跑，只是现在转换过去，其实现在台电的球员的脸上开始慢慢都有一些笑容出现了。嗯，好了。哎呀，这个球应该是奥赛、啊。是。哇，还好还好，哇，这份如果丢掉的话，就真的是亏大了哦。21比21。哇，玉万这球也是飘过头了。哇，现在紧张了，已经到最后的3分了，最后的3分，22比21。来，让防守，先手。哦，这球打得好，救得更好。啊，又是力量放掉之后，球被拦回来。哇，这接连这几分对高雄台电而言，优势展现在于拦网。台电队这个球针对卡拉有点开网的修正攻击哦，也做足了准备哦，那也时间点也掌握得非常的好。前面不用，后面边补。哇，又没接得很顺，只能够打单边。啊，还好还好。掉成了单支的一个拦网，这一分拿到啊，22比23。还有，再被挡回来，第2波换边。哎呦，处理的有点惊险。转直线也都有踩到位，再丢一个也没死。打长线这一球出界，哇，这一分真的是，哇，这一分真的是要卯足全力啊！关键的一分呢，现在高雄台电要来挑战的是拦网触球。这对应该是爸爸跟女儿，今天想不红都很难。是，我刚刚摇得很卖力。没有，他回去可以拍，就是他回去可以收集是连续剧啊，第1段、第2段、第3段。今天导播最起码 take 了3次到4次，很棒啊！这增加亲子互动。来看这个挑战，有碰到哎，哇，这有碰到，那就是。对台电而言，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关头了。24比22，赛末点。哇，再是一个完美的落点，发球的一个角度够刁钻。高雄台电今天直落3啊，尤其2、3两局看起来都要让对方给逆转，想不到高雄台电还是能够稳住，发球是一个大关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比赛的现场。我的座右铭是团结力量大，你呢？
我的座右铭是斗纳之力，我爱斗纳。我座右铭就是平安、健康、喜乐。我的座右铭是 Do my best， 做最好的我。那在新的2024年，你有给你的人生什么座右铭吗？我的座右铭是态度决定高度。180了，你还要多高？哦，我要的不是身高啦。那你呢？你的座右铭呢？我的座右铭是爱笑的人不会运气太差，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平常不太爱笑，所以希望把它当成自己的座右铭，提醒自己时刻脸上保持着笑容。我的座右铭是放弃只要一句话，成功却要努力一辈子。那你有什么座右铭吗？我的座右铭是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立即参加气排，立即参加气排，赢2024年抽门票活动，下半球季到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加油打气。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排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气排19年，一起疯社群。进入气排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排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排会员，加入气排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排大小事一网打尽，气排大小事一网打尽。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然后不然就是好好的在宿舍里面休息。我喜欢出去外面走走，因为自己喜欢到外面散步，然后逛街、听音乐这样。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比较喜欢睡觉。对，我也是，就是因为平常比赛跟训练都很累，所以只要难得有放假的时候，通常就是待在家，然后追剧、看电视之类的。确定要问我吗？我从休赛季开始就是一直的比赛到前几天才回来，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练球、比赛。就是休赛季的期间，还是会不断的保持球技，然后放假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立即参加气排，立即参加气排，赢2024年抽门票活动，下半球季到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加油打气。好，我们在今天的赛后访问的话，在我们的身边，在现场看到是我们的前面教练
还有是2位今天的主要可以说是在得分跟防守上，可以说是黄敬轩跟徐婉云都很好的表现。先跟教练聊一下，其实第1局打起来后面蛮顺的，可是2、3局其实在前半段领先，中半段都让对手把比分给接近，甚至是超前。可是最后还能够把这2局都给拿下来，你觉得最大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关键，但我们今天的拦防做得很好，包括我们的发球、接发球，其实都蛮到位的。那我觉得今天比较难打的是，我们可能在1、5位的时候，我们会被一波带走5、6分，尤其又是对超跑这么高大的球队，他们的拦网势必一定是非常的加压。那我们在1、5位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优势。那我们打不过的时候，他们都会乘胜追击。我想今天会2、3局这么难打，就是因为我们1、5位一直被抓住，对，所以才赶紧的换人，对。今天我们在看整个这个高雄台电的整个队形当中，尤其是发球对那个发球点的控制、长短的一个搭配，跟那个真正的发球那个点的要求，感觉起来跟各队比较起来，确实是有好一些，所以这个部分有特别在要求的。是有的，因为有分发球本身就有分强压跟小球，还有节奏性的发球。都分这3个，然后再可能就是时间上，希望选手可以自己去控制，不一定是3、4秒，我可以拉成1秒甚至7秒再发。那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也有对选手这样子的要求。那我只希望选手在发球之前能够有一个目标，然后就朝那个目标去发。对，今天确实执行的相当不错啊。来，我们跟敬轩聊一下。很少看到你像今天这样打起来，感觉上有在用力，而且打起来那个霸气有出来，所以这几场打起来有觉得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吗？因为这也是就是放了很多天之后回来的第1场比赛，所以就心态上就会觉得一定要，就是因为是第1场嘛，所以就先把自己喊起来，然后再带动后续的一些动作。对，然后我自己的攻击本来回去的时候就有调整，原本是从外面进去，然后后来就有调整说从里面往外打，后来打就是觉得这样的话，我好像比较能够使出力气，而且打的球线的路线也比较多。其实今年你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太一样，我觉得你今年变得比较自信，而且变得比较有想法，而且打起来比较有霸气，好像有慢慢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球队的重心，而且比较敢担当，所以有这样的改变吗？有，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打球的时候还是要多一点路线，因为我有时候会太正打，所以就变成是对方也很好守，也很好拦，对啊，所以我自己还要再多一点变化，对啊。不过真的，因为其实有没有自信，从你讲话就知道，能够侃侃而谈，知道你要怎么切怎么动，就代表你对东西是很清楚的。今天真的打得很棒，来，我们跟婉云。其实好多个球啦，当然就是在整个自由，大家都很多很厉害的自由，可今天好多个球都救的这个很华丽，而且看起来很多动作对你来讲现在已经做的是相当的熟练，而且在场上来讲，那些动作是不是也可以刺激你，给你自己更多的成就感？我觉得在就是尤其是飞出去救的那些球，就练起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之外，攻击手也就是可能会有一股自信或是一股霸气，让我感受到说他们有要想帮我得分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发型跟这个颜色是来自于哪里的灵感？没有，还是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对啊，对啊。那有想要再换别的颜色吗？那就下一期再敬请期待。不过其实讲实话，就是说在整个自由的判断跟这个角色上来讲，你觉得今年你自己最大的一个体会跟改变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我要学习的是如何去带动气氛，然后可能在第一潮的时候怎么把大家带上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课题。但我学习到的是，大家的互相帮忙越来越明显，就是会显得我们凝聚力会很高。
好，感觉得出来啊，在进攻跟防守上这个两端，我想也难怪这个现在在球场上看到前斌教练的笑容越来越多了啊，因为大家各司其职，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尤其是他挑战成功的时候，真的好，然后他自己当线神，今天100%5颗都挑战成功。好，我们也恭喜啊，在整个下半季的开胡，马上又把这个战绩多拿了这一场关键的胜利，而且是连续2次，而且这次是相当犀利的3比0。也希望这个高雄台电再接再厉啊！谢谢3位来现场，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主播台上的这个洪清，谢谢，谢谢。好，那今天这场球赛呢是气排移师到台中的第1场比赛哦，那就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战役哦。那相信这2队的球队在竞争的时候，在初赛的时候的对战呢，一定也是大家都受到瞩目的哦。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双方都是攻击火力著称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强队哦。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台电做的比较好的，就像刚刚王前斌教练所讲的，他们在今天的拦防，特别是防守的部分，把很多强力的攻击把它都防守起来。只是说未来他们还要再更加精进的，就是防守起来能够组织出更有攻击力、更高品质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这个攻击呢，这个我想也是他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哦。那超跑这边呢，其实每一局都有带给台电很大的一个压力，特别是今天表现非常突出的双林，还有在快攻几乎是无人能挡的阿累哦，其实他们的攻击的能力都非常的好，只是说还是要突破以往大家对超跑的诟病，就是攻大于守的部分，防守真的要再加强。对啊，整场比赛的整个攻守关键，当然刚刚不管是教练还是洪健都已经讲得相当的清楚。那你很清楚感觉，现在这个年代，你要把一个球队竞争到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一个 level 的话，你必须要攻防兼备。是，那除非你这个攻击好到那一种完全俩没掉，可是，在亚洲球队。讲实在是蛮难的啦。是。然后刚刚志平哥有提到，今天这场球台电赢在哪里？赢在发球。而且发球哦，刚刚王前面教练也帮大家整理了，有很多种形式的发球，但是唯一一个最重要的你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破坏对方的接发，甚至可以直接发球得分。我觉得台电在发球的部分真的很全面了。呀，而且在整个长短啊、角度、落点啊，而且那个球感觉像那个压得够平，所以那个球本身是有速度的，会造成一个平冲的情况，所以你常常会接的时候，那位 Q 是压住之后，球就只能够喷高，没办法送到合适的位置。哎，很多学问啊，也希望大家在看球时也能够看得开心。那当然，接下来连庄要接受桃园台湾产险的挑战，这一周可是连庄排球队的主场周，我们也期待啊！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洪清，也谢谢观众们的收看。下一场球我们再见了，谢谢，拜拜。